英国宣战，德国新建军，北约打算彻底摊牌下场了吗？俄军苏57中队携带2款新式导弹，一个月出动6次打击乌境内目标。美海军 EA-18 级机身惊现俄制米24的击杀标记，这是否意味美俄之间已经开战？哥伦比亚或垂直起降无人机增强监视能力。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如今的俄乌战场，欧美各国在与俄罗斯对抗中颇有一种轮番上阵的感觉。在美国军援暂缓时，马克龙一句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挑起了抗俄大旗。紧接着，在法国略为沉寂后，英国又拿上了接力棒，继续与俄罗斯打擂台。如在今年1月份，英国首相苏纳克与乌方签署了2国安全协议，此举被莫斯科视为宣战，这是第一次。到了5月初，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向路透社表示，乌克兰有权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然后5月8号，据法新社报道，英国当日驱逐了俄罗斯武官，称其是未申报的军事情报官员。前前后后，这已经英国第3次明确表明了抗俄态度。英国方面表示，这种针对俄罗斯的新举措将有助于英国增强应对俄罗斯威胁的能力。面对英国的举动，俄罗斯方面也采取了对等措施。一方面，俄罗斯向英国发出警告称，一旦乌克兰方面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领土，俄国将对英国进行无情报复。据俄国防部6日公告称，俄军总参谋部已经开始筹备将于近期举行的南部军区非战略核力量演习。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16日也决定驱逐英国驻俄大使馆的一名国防武官，并要求其在1周内离境。所谓的武官就是负责军事事务的官员，同样是2国之间联系的纽带。现在英国和俄罗斯驱逐对方武官的行为，意味着双方正在切断最后的沟通渠道。除英国外，一直改革征兵政策的德国，在5月14日的联邦议院会议上，呼吁建立一支适合3军需求的无人机军队。据悉，德国拟建的无人机军队将把乌军当老师，吸收其在乌俄战争的无人机战术经验，以确保军队的战斗力。德国之所以建立无人机军队，且向乌克兰学习，一是因为无人机对乌军内部结构的改变最大，极大地提升了乌军战力。如今的乌克兰拥有专门的无人机部队，具备生产速度快、造价低、部署快等优点。乌军每月都要使用多达1万架无人机进行作战。二是因为无人机的出现，极大改变了进攻方和防守方传统军事战略。如无人机的导引能力，在俄乌战场上，乌军经常会在打击前使用大中型侦察无人机进行远距离侦察，监视俄军的动向和作战布局。在打击中，地面部队再出动小型侦察机进行战术侦察、炮兵校射和毁伤评估等任务，配合乌军炮兵和自杀式无人机等部队，高效歼灭俄军的有生力量。又或是无人机的察打能力，自美军在阿富汗战场首次运用捕食者无人机携带武器实施精准打击后，察打一体无人机就成了各国追捧的对象。其快速发现和清除战场实敏目标的能力，能将打击链周期缩短到几分钟内，可对敌军指挥所、弹药库以及作战人员集结地等高价值或高威胁军事目标实施快侦快打，从而造成重大损失。当然，在电子战方面，无人机也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安装电子战系统的无人机可潜入敌军阵地，对不同波段的无线电通信、指挥控制中心等进行电磁侦察、干扰和压制，甚至有时冒充临时虚拟基站，通过手机短信等形式多波次向敌军发送劝降信息，对其作战人员施加心理压力，瓦解其战斗意志。三是因为建立无人机军队可以增强德军实力的同时，阻止俄军的野心。德国总理舒尔茨在2022年2月27日的《时代报》演讲中曾强调，要有对抗俄罗斯的能力。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和参谋长布鲁尔都表示，鉴于克里姆林宫公开表达的野心，德国必须在5年内具备战争能力。有专家预测到，在未来5到8年内，俄罗斯可能会以常规方式挑战北约。那无人机军队具体该怎么实施呢？首先，德国议会小组建议，在德国联邦国防军内建立一个新的分支机构，专门负责无人系统和无人机防御，要使联邦所有士兵都具有处理、防御和打击无人机的能力。其次，在无人机供给上，主张与德国安全和国防工业签订有保障的采购协议，并对空中、陆地和海上的无人机进行投资研发，同时建立基本硬件和备件的基础设备。无人机的型号包括但不限于高空长航时、中空长航时、无人作战飞行器等，确保无人机部件都来自国内或北约国家，以免被掐脖子。
值得注意的是，据瑞士新苏黎世报5月15日报道，可装备导弹的德国新型苍鹭 TP 无人机首次在石河州雅戈尔空军基地进行了首飞。据悉，该无人机是德国从 IAI 公司订购的6套系统之一，机身长14米，最大起飞重量4650公斤，常规有效载荷为1吨。根据配置，德国苍鹭 TP 可在空中停留长达27小时，加上配有一个白天的高分辨率摄像头，一个夜间的红外摄像头，以及可以捕捉地面3维图像的雷达系统，可对敌作战区域进行数天的连续监视。目前，德国飞行员已经在以色列接受了无人机培训。最后呼吁对无人机防御系统进行投资，如激光武器、电磁战能力、干扰欺骗和先进的探测系统等，从而保护民用和军事设施免受破坏和袭击。在17日战斗中，乌军用25分钟发射13发炮弹，对顿涅茨克和马克耶夫卡的俄军发动了打击。俄军则用迫击炮、榴弹发射器、无人机等武器袭击了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州的10个社区。俄军对哈尔科夫的攻击已持续1周，目前来看，其战术和战略目标都已经达成，但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天天都有破纪录的人员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军的所有进攻手段中，其唯一的苏57中队在1个月内携带巡航导弹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实施了6次打击。其中，在4月11日，其首次携带 X-69 巡航导弹对基辅最大的黎波里热电站实施了打击。苏57是俄罗斯唯一研制成功的第5代战斗机，其研发过程坎坷，并且定型和量产的时间明显落后于美国同类型5代战机。目前，俄空天军有22架量产型苏57战机在役，目标是在2027年生产能满足3个团的苏57战机数量，每个团由24架战机组成，而今年计划生产超20架苏57。虽然苏57已开始批量生产并加入俄罗斯空军，但在叙利亚和乌克兰战场一直没有实战记录。而首次公开参与实战便发射了最新型的 X-69 巡航导弹，由彩虹公司开发，用于打击已知坐标的固定目标。据公开数据显示，该导弹重约770公斤，有效作战范围为290公里，速度可达每小时700到1000公里。战斗部是300到310公斤的穿透性高爆炸药或集束弹药。这2种弹头可使 X-69 导弹能对付包括军事基地、机场、燃料库在内的各种目标。当然，这并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其与苏57的组合。X-69 从外观上看， X-69 和法国的 SCLPEG 十分相似，有一个方形截面，据说带有雷达吸收材料，具备隐身性，有助于将其安装在苏57隐形战斗机的内部武器舱中。而欧美预警机的空中雷达只能在不超过80到100公里的距离内探测到具备如此低雷达特征的物体。虽然与乌克兰情报共享，但却无法立刻发现。俄军苏57在扎波罗热或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方向发射的 X-69 巡航导弹，苏57发射过的另一种弹药 KH-59MK2 同样具备低可探测性。KH-59MK2 是 KH-59的后续改进版本，为空射巡航导弹。与 KH-59 相比，该弹的结构与原型几乎没有大的区别，只是取消了尾部的助推火箭，发动机由原来的涡轮喷气发动机改为 R95300 涡轮风扇发动机，射程提高至115公里。其制导系统将惯性导航与卫星导航相结合，实现了长距离的高精度和抗干扰能力。加上能携带320公斤的穿甲战斗部或280公斤的爆破战斗部，以及地形跟踪能力，此功能允许导弹在低空飞行，沿着地形的轮廓飞行，以避免雷达探测和拦截。因此，打击对象也在 KH-59 摧毁快艇和军舰等水面目标的基础上，新增了地面固定目标。据悉，该导弹可在50到300米的低空飞行，以不被发现的方式越过敌人的防空系统。俄军曾在2月份用它袭击了卢甘斯克的乌军阵地。总之，隐身导弹加隐身战机可能才是最致命的组合。此外，俄军借助乌克兰战场采集新武器数据，恐怕是想在今后将 X-69 和 KH-59MK2 整合到其他现役战机上，如米格 29K、米格35、苏 30MK、苏34和苏35，从而全面提升俄空天军的战力。据美国空军15日发布的照片显示，一架美海军 E-18G 咆哮者的机身印上了俄制米24攻击直升机的击杀标记。据悉，这张照片于5月2日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的一处秘密地点拍摄，而带有击杀标记的 EA-18G 隶属于第130电子攻击机中队。目前该中队正在与艾森豪威尔号一同在中东巡航。所谓的击杀标记即代表摧毁的敌军装备数量，是美军的悠久传统。这张照片是 EA-18G 首度被捕捉到印有击杀标记，
那这架 EA-18G 的击杀标记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航空母舰及载机联队经常会被派往地面基地支援前线作战，电子攻击机尤为如此。有消息显示，该架 EA-18G 正与 F-15E 联手执行勤务，已被派驻于约旦境内的空军基地，击杀标记很有可能就是在那里获得的，这是其一。其二是有消息称 EA-18G 中队正和 FA-18 战机共同执行打击也门胡塞地面目标的任务。第三，根据 The War Zone 报道称，EA-18G 的击杀标记有可能是演习中的模拟击杀记录，如美军一架 A10 攻击机的机身印有美空军 F-16、F-2 的击杀标记。当然，若是 EA-18G 实实在在在实战中击落了米24，这将是 EA-18G 服役以来首个击杀记录。其他还有一些搞怪的击杀标记，如 F-2 的气球击杀标记，又或是2018年为纪念诺曼底登陆74周年，一架隶属于美国第107战斗中队的 A10 攻击机，不仅被喷涂成了二战的皮肤，还涂了红魔图案，甚至在其击杀标记中还存在过一头牛。对此，比较靠谱的说法是该机在伊拉克的一次近距离空中支援中，用 GAU-8A 30毫米机炮误杀了一头牛。据西班牙报道，5月16日，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将把拥有垂直起降能力的雷霆 B 战术无人机整合到他们的武器库中。雷霆 B 之所以被选中，主要归功于其先进的垂直起降能力，可随时在密闭区域内起降，从而执行特定的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雷霆 B 无人机长 1.9 米，宽4米，高 0.34 米，最大起飞重量为13公斤，能够以高达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最大飞行高度5100米。起飞和着陆机动由电池供电，水平飞行时呢则由燃烧推动，能持续飞行150公里，可连续执行任务长达13小时。此外，它很强的适应性，配备了一系列高性能传感器、通信工具和为各种任务量身定制的复杂软件算法。如其先进的数据电路，即使在各种恶劣环境下，通过集成3个通信线路，也能保持任务的连续性。总之，雷霆 B 无人机能以最小的声学、视觉、热和雷达特征来隐蔽地执行任务。根据达成的协议条款，哥伦比亚最初会收到3架雷霆 B 无人机，虽然交付日期尚未确定，但等交付后 ，PNC 将能更有效地开展监视行动，也适应现代安全和国防任务的各种挑战。根据最新报道，巴基斯坦军方已完成对法塔赫2的成功试射。报道称，此次试射的用意是为了完善发射演习以及发射程序。法塔赫2配备了最先进的导航系统，拥有独特的飞行轨迹以及优良的机动性能。火箭系统射程达到400公里，能做到高精度攻击目标。该系统已进入巴基斯坦炮兵部队服役，用于对抗和精确打击敌方纵深目标，提升巴军常规武器库的射程和杀伤力。据外媒报道，近日，瑞典国防装备管理局对下一代战机的研发和使用进行了评估和调研，并与瑞典防务企业萨博集团以及航空航天公司 GKN 分别签订合同。合同确立了对战机的系统和发动机进行概念性研究的进程，计划于2025年正式研制，确保战机在2040年形成战斗力。瑞典国防装备管理局表示，新战机的预研工作将与瑞典武装部队国防研究局一起进行，研究重点是如何让下一代战机满足2024年空战需求。从系统角度，对有人或无人机协同作战进行概念性的研究。瑞典官方表示，由于新战机还处于概念探索阶段，目前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不过，随着瑞典加入北约，国土战略已经从本土防御转向海外事务，而随着瑞典军事行动与部署的范围扩大，下一代战机的研发也需要加快速度。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瑞典首次发展下一代战机。2019年，瑞典与英国、意大利曾展开合作，共同开发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但因在研发方向、预算分配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分歧，再加上来自国内的压力，瑞典最终选择退出项目。2022年，瑞典国防装备局还曾与萨博集团签署价值2500万美元的合同，用于研究下一代战机技术。然而，外界对其并不看好。因为瑞典缺乏先进战机研发的成功经验，仅有的5代战机 FS-2020 在耗时15年后也以失败告终。目前国防装备局与萨博的合同还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瑞典选择独立研发，
主要还是因为合作伙伴难寻找。在北约的成员国中，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等国家战机研发起步比较早，开发经验也更加丰富，这就使得瑞典的战机项目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让其他盟友加入。除此之外，资金投入也是一大难题。近年来，瑞典加大了陆海空等多军种武器的升级采购计划，使得难以在下一代战机项目上投入更多的经费。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经过俄罗斯国防部统计，俄罗斯防空系统在24小时时间里成功击落了乌克兰1架米格29战斗机、40架无人机、12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45枚海马斯火箭以及其他目标。据报道，俄罗斯相关部门表示，俄罗斯生产的 BMP-3 步兵战斗车产量突增 20%。从数据不难看出，这款步战车在实战单位很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搭载了 2A70 100毫米线膛炮和无人机观测相结合，能够取射打击4到5公里外的目标，而且同轴的30毫米机炮能够提供强大压制作用以及对轻装甲的破坏能力。除了这些，它的动力也不错，采用 UTD-29 柴油引擎，能够提供500马力的动力，公路上时速可达70公里，就算越野状态下也能够达到时速45公里。因为 BMP-3 还是两系车，在水下勇度能够达到时速10公里，它的战斗重量约为 18.7 吨，在装甲防护和机动性能方面能够达到很好的平衡。因为 BMP-3 的高度比较低，这降低了它的可见度，再加上它有能够降低热源讯号的光学迷彩系统，让它更难被瞄准。该车配备了先进的火控系统、夜视能力和激光测距仪。在防御力方面，它的装甲可以防御小型武器火力、炮弹碎片和某些类型的反坦克武器。近日，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防承包商 SRC 宣布了一项合同，要对另外15辆波兰 BWR-DS 侦察车进行升级。升级的主要内容是给该侦察车装配最先进的 SR Hawk 监视雷达。这个雷达系统对于探测和监视人员以及陆战车和海上船只的能力出众，之后被用于不同的军事应用中，其中包括边境检测和炮兵侦察。装备了该系统之后，能够明显提高军队作战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关于北约对俄宣战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